中國已經窮到連公務員的醫保社保都要自己掏錢補了。不是農民工，不是私企員工，是體制內，是最穩的那群人。而且不是未來，是現在。不是個別，是多地同步發生。很多人還沒反應過來，這不是技術調整，不是制度完善，更不是歷史遺留問題的溫柔解決。這是一個信號，錢真的沒了。過去20年，中國的社保體系靠什麼撐着？一句話，人多加錢多加信心還在。地方政府負責兜底，財政負責輸血，體制內被默認絕不會出事。哪怕企業斷繳，靈活就業斷繳，農民不繳，公務員必須全額、足額、按時繳，因為那是最後的信用錨。而現在，這個錨被親手拔掉了。2025年最後1個月，山東、安徽等地基層單位突然下發通知，要求公務員、事業編人員自行補繳過去2到3年未足額繳納的五險一金。注意關鍵詞：自行籌款、自行補繳。在安徽六安，一名鎮級醫務人員說得很直白：政府沒錢補繳五險一金，要我們自己繳。現在很多地方只發基本工資，哪來多餘的錢？這句話很殘酷，也很真實。因為現實是，很多基層公務員已經連續幾個月只拿保命工資，沒有績效，沒有補貼，沒有獎金，而現在還要倒貼幾萬塊，把過去政府欠下的賬補回去。更諷刺的是，很多人今天才第一次知道，自己竟然一直在欠繳社保。山東一名縣直單位公務員算了一筆賬，補繳金額在1.5萬到2萬元之間，有的人甚至要補3年。但問題是，你以前告訴過我嗎？我簽過字嗎？我知情嗎？沒有，一切都沒有。通知下來，期限很短，理由模糊，金額不透明，唯一明確的只有一句話：必須補。在合肥，一位教師在11月底的內部會議上才被告知要補繳社保。他說，會議室裡很安靜，不是大家不憤怒，是大家已經不知道還能憤怒什麼。老師的工資本來就不高，很多事業編連真正的公務員都算不上，靠的是那點穩定預期活着。而現在穩定被拆了。如果說個人感受是情緒，那數據是冷冰冰的現實。公開財政數據顯示，2024至2025年，多地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持續下滑，土地出讓收入在多數3、4線城市同比跌幅超過30%，社保基金當期結餘壓力明顯上升，部分地區已開始動用累計結餘。地方財政正在經歷什麼？一句話總結：收入塌了，支出剛性不減，只能向最安全的人要錢。所以你會看到這一幕：當企業攪不動，當靈活就業斷繳，當年輕人徹底躺平，鐮刀開始轉向體制內。網民那句評價雖然刺耳，卻精準：當韭菜不夠用時，鐮刀遲早要向內。過去體制內外是2條命運曲線，現在這2條線正在重合。更危險的不是補繳本身，而是補繳意味着地方已經無力再替你墊付未來。社保本質是什麼？是對未來的承諾。而當政府開始說對不起，過去那幾年我也沒錢，那等於告訴所有人，未來誰都別指望。很多基層公務員私下說了一句話，很絕望：再熬下去就什麼都沒了。他們不是不想繳，他們是真的沒錢了。而當連最穩定的群體都開始對制度失去希望時，這已經不是財政問題，而是信心崩塌的開始。如果你以為這一輪讓公務員自掏腰包補繳社保只是年底查賬技術性糾偏，那你真的太天真了。
說句更直白的，這不是補繳，這是清算，是一次遲到多年的總清算。先看一個被很多人刻意忽略的事實：中國社保早就不再是錢多到用不完的體系，官方公開數據擺在那裡。2024年以來，多省社保基金當期收入增速明顯放緩，而支出卻在剛性上升。老齡化不是新聞，但老得這麼快，是很多地方財政根本沒算清楚的賬。中國60歲以上人口已超過3億人，而真正穩定繳納社保的人數卻在下降。年輕人失業、靈活就業、斷繳；中小企業批量倒閉、逃繳；房地產、土地財政失血，財政轉移支付壓力陡增。結果是什麼？一句話，進來的錢越來越少，要花的錢越來越多。過去地方政府還能包乾處理，什麼意思？單位統一按一個模糊標準繳，賬目不透明，差額先欠着，反正以後再說。而以後就是現在。2025年下半年開始，多地啟動社保稽核，不是溫和提醒，是逐項倒查。查什麼？查你過去幾年到底有沒有應保盡保。而這一查，就查出一個讓所有人沉默的事實：欠賬已經多到地方財政補不起了。所以你才會看到一個極其荒誕的邏輯：不是單位補，不是財政兜，而是個人補。你以為這是依法合規？不，這是風險下沉。當系統承受不住的時候，唯一的辦法就是把壓力一層一層往下壓。壓到哪裡？壓到最不敢鬧、最怕失去穩定的人身上。很多體制內的人第一次意識到，鐵飯碗不是不碎，只是碎得慢。以前是晚發工資、拖欠績效、取消福利，現在是直接向你要現金。而下一步是什麼？不少基層已經在悄悄發聲，醫保報銷比例下降，統籌賬戶收緊，退休待遇預期模糊化。你會發現文件裡開始頻繁出現一個詞：合理調整。這4個字在體制內語境裡只有一個翻譯：你要少拿了。更殘酷的是心理層面的變化。以前公務員、教師、事業編，即便工資不高，但有一條底線：養老、醫療是確定的，所以他們敢買房、敢背貸、敢熬。而現在這條底線開始鬆動。有人在群裡問：我們補繳的這些錢10年後還能不能拿回來？沒有人敢回答，因為大家心裡都明白，沒人敢給你保證。這也是為什麼最近2年體制內跑路這個詞突然不再是笑話。有人辭職，有人轉行，有人提前躺平。不是他們不忠誠，是他們第一次發現，這個系統也在計算成本。而那些自以為天龍人的人正在被算進去。再把視角拉遠一點，當社保都開始向內開刀，說明什麼？說明一個更大的現實正在逼近。地方財政已經走到無處可借、無處可挪的階段。土地賣不動，債務到期，轉移支付吃緊，經濟沒有起色，那還能怎麼辦？答案只有一個：把過去欠下的承諾一筆一筆往回收。社保只是開始，很多人還在安慰自己，至少這是體制內的事，和普通人無關。錯了，體制內一直是最後一道緩衝墊。當這道墊子開始漏水，意味着什麼？意味着真正的全民壓力測試已經啟動。當公務員都要自費補社保，你覺得外面的世界會更好嗎？所以這一輪補繳潮，真正可怕的不是金額，而是它釋放出的信號。中國社會正在進入一個不再兜底的時代，制度還在，民意還在，
但安全感正在被一點點抽走。等你意識到的時候，往往已經來不及了。很多人現在還在熬，但問題是，熬是建立在有希望的前提下，而當希望消失，剩下的只有絕望。這一點，體制內的人已經先一步感受到了。